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張嘉玲議員、黃靜瑩議員、尹乃菁小姐、柯貞委員、葉元之委員。好，川普到北約然後到這個首都安卡拉，他說：“我為什麼要來啊？我看土耳其面子我才來的。”我說：“根本不屑參與什麼北約啊。”然後呢，川普說又在說，格陵蘭讓我控制才對，這麼重要的戰略地位格陵蘭應該給我那另外呢，他說要賣給土耳其 F-35的戰鬥機，而且對歐洲盟友非常失望，所以這是我們去炸伊朗，歐洲没有支持我們扯我們後腿搞什麼鬼所以呢，非常失望，對你們這歐洲人，歐洲已經全部差不多要增加1兆美元的國防預算，而且一半是買美國的武器耶這樣子巴結川普都沒用他還不滿意而且他說我要把駐歐洲的美軍都撤光歐洲他有將近5萬美軍要撤光，說歐洲遲早會完蛋他跑到北約去吵架的，去踢館嘛那另外呢，因為他想賣F-35飛機給土耳其所以要解除對土耳其的制裁。那土耳其呢，大部分在亞洲，一部分在歐洲到土耳其，我覺得真不錯，那完全是歐洲的味道好像看不到什麼亞洲的這個味道那土耳其呢，因為是回教國家，所以呢，北約讓他參加，他一直想進歐盟，那些歐洲國家一直不給他進歐盟。那所以要賣5架 F-35，我們也想買 F-35美國不賣我們早些的時候我們要買 F-16，美國也不賣，後來是因為法國賣給我們幻象2000，美國不惜才賣理由是說可以增加德州的工作機會。然後呢，現在 F 已經升級叫 F-16CD 啦，我們在 F-16AB 說我們也買 CD 吧，也不賣，說跟我們多好不賣。後來才勉強搞了一個 F-16V，本來去年應該都交，我們買66架應該都交機了，到現在1架還沒交那我們也想買 F-35，不買 F-35在這個船上是可以垂直起降的，很厲害，跟直升機一樣可以垂直起降那另外呢，那以色列總理纳坦雅胡說，你賣 F-35給土耳其，破壞中東的權力平衡。他有這個飞機權力就不平衡了所以呢，北約現在增加這個歐盟增加軍費11%，5個國家已經超過 GDP 的5%了，就被川普逼的那另外呢，德國已經要花4.5兆是國防支出也創新高所以各個國家都拼命的要去討好川普拼命加國防經費，而且美國是減少你不加我就不幫你們自己搞你們自己的我們看一下。荷姆茲海峽再傳出3艘油輪遇襲，包含1艘卡達的天然氣運輸船。美軍立刻宣布已對伊朗發動一系列強力打擊，要伊朗為攻擊商船付出代價。صدای این فشار هم در شهر بندرعباس همین دقایقی پیش شنیده شد. البته منشأ صداها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因此，國際油價週日又上漲超過2%。另外，美國還撤銷一項暫時解除伊朗石油制裁的許可。شدیداً محکوم کرده و مسئولیت پیامدهای این عهد شکنی را متوجه دولت آمریکا می‌داند. 同一時間，川普正在土耳其參加北約峰會，送上解除制裁見面禮，將對土耳其出售 F-35戰機。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And frankly, if it weren't held in Turkey, where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n't have attended.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此行，川普要談中東衝突、俄烏戰爭，還有盟國都提高軍費到5%。The president's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of the leaders of NATO, particularly people like the Italian Prime Minister Giorgia Meloni, someone who Trump and her have really been feuding ever since the G7 summit. Also, Keir Starmer, of course, the UK Prime Minister. This is his last major international summit after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be stepping down as Prime Minister. He's also had some tense relationships with Trump in recent months. 峰會才剛開始，北約領袖與川普的互動已經是考驗。因為伊朗昨天去打了3艘商船，這個荷姆茲海峽，所以美軍就是炸他80多個目標，說呢60艘的革命衛隊的快艇被美國炸毀了。
80幾個地方。那伊朗呢反擊，說我也去炸毀了美國85個軍事設施，哦，所以看起來荷姆茲海峽那邊又你打我打你哈。那另外呢，這個美國的官員說不會這麼快就結束，這不是對等回應哦。然後呢，伊朗說美國這個打我，美國違約。伊朗議長說呢，美國的霸凌跟勒索是在結束，我們不會理美國的哦。那另外呢，伊朗在做反霸凌、反勒索，所以呢，毀滅性的打巴林、打科威特等美國的中東的盟邦，因為美國這邊有些基地，而且很多呢這個美軍從那邊出發的，所以伊朗也打回去啊。那現在看起來呢，荷姆茲海峽到底還能平靜多久？它這個60天的暫停停火呢，到底還能這個搞多久啊？現在也是一個未定之地，油價立刻就跟着上漲了。來，這我覺得這目前最大的一個困難哦，就是一個北約跟歐盟跟川普之間彼此的信任度，目前就是放在一個非常模糊的一個地帶啊。因為川普他就是以安全理由，你看他就信誓旦旦的說格林島應該就是他，格陵蘭就是應該他。可是你看北約還有歐盟，目前為止還是鎖定在他們的法律的底線，就是這是由丹麥跟格陵蘭的人民自主來做決定。那這樣的一個說法，其實他就守住了法律的一個底線。但是呢，這個法律的底線有沒有辦法抗衡他們對於美國的一個依賴？這就很微妙。像德國的目前來說，川普就很喜歡透過一些威脅的方法，透過關稅的方法，透過一些的方式來測試每個人對於美國的忠誠度。像他就要求德國、意大利跟這個法國必須要能夠出兵或者能夠租借他們的基地。可是這個部分裡面，對被德國的國防部長他就給他否定了，他就說我們不是你說什麼我們就要盲從是什麼？哎，這個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為什麼？因為德國不管從安全，不管從他們的一個秘密，不管從一些的所謂的國防，還有包括經濟，是仰賴美國非常的多。他們這一次竟然可以談出以法律的底線，對於川普所提出的要求做出一個不一樣的反應。那這個就是完全大家就在觀察，是否這個所謂的安卡拉的這個會議當中，川普一連串的抱怨當中，是不是會破壞他們跟北約之間的一個關聯？那跟歐盟之間的關聯，你看，雖然大家對川普非常的有意見，大家也認為這個歐盟都已經陷入了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當中哦。但是你看，我們這個北約的秘書長馬上就提出了，在2035年 GDP 要有5%。這樣的一個軍事費用，那現在立即就是$120億的自主的防衛的這樣一個能力。可是你剛剛所提到 GDP 達到5%的這個軍事費用哦，是要到2035。那川普什麼時候任期結束？所以大家就給他一個方向，稍微堵他憤怒之嘴。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緩和的。不過無論如何，川普彼此之間，他以前這個大家多邊的會議，然後彼此凝聚在一起，川普一來已經不斷的，你看2%，很多人欠款，你們在欠款不還的話，你們又不出2%，那我未來要不要？那德國還有很多的歐盟去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試驗，就是一個民調，告訴大家，你相不相信我們歐盟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美國會不會來保護我們？其實得到的信心度是非常的低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整個的結構已經因為不管是過去到現在，特別是烏克蘭的戰爭，已經開始產生非常大的質變。最後，他們本來是利用這一次的機會，要來討論關稅，討論格陵蘭，還要討論有關於歐洲移民是否要接受這麼多外面的移民進來，這個歐洲贊成的一個歐洲這個福利政策的一個損失，就沒想到被川普這樣一講，大家就開始討論到要不要出兵，要不要基地，完全打破了過去大家認為再一次的討論的一個重點。所以我們還是對於川普目前對於歐盟、對於北約所做的緩緩的一個節制，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還是要拭目以待吧。我如果是歐盟這些國家哦，我也不相信川普。對啊，歐盟這些國家怕的是誰？是俄羅斯嘛？俄羅斯現在打一個烏克蘭打了4年，打成這個樣子，你打德國，你去打其他國家，怎麼可能？哦，所以我是覺得俄羅斯現在已經自己本身呢，已經也分身乏術了哈，所以呢，偏偏就要增加軍費，幹嘛？買美國武器嘛？來，元之，对，因為川普現在感覺上就是都要大家聽他的話啦，而且尤其是他最看不起那些就是之前一直依賴他的國家，他就會一直要求這些國家呢要配合他做所有的事情。那反而是像中國大陸，因為他比較操控不了中國大陸，然後上次在對等關稅的時候，中國大陸也跟他對着幹，所以呢，他反而比較尊敬習近平，然後現在又想要把東西賣給中國大陸，所以呢，對習近平呢就講了很多好話。所以我們其實看出來，川普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狂人的個性啊，他然後也打破了過去的各種的國際運作的規則嘛，所以就是要了解川普他是怎麼想的，好才有辦法去跟他去互動。那川普我就是覺得
最近他做非常多的事情，連很多可能本来支持他的人，可能都有对他有点感冒了。譬如說，现在大家在封那個世足賽嘛，他居然可以打電話給那個 FIFA 主席，然後講說對美國球員的紅牌要取消。果然那個 FIFA 就把它取消了，改成觀察1年。然後比利時抗議，不過後來比利時也是贏的啦，就是對，所以就很多的問題，就讓大家覺得說，現在好像全世界就是看川普怎麼玩，他愛怎麼樣，然後講話也很難聽啊。像那個伊朗在舉行國葬的時候，然後因為有一些比較哀戚的場面，川普還說人家是假哭啊，什麼給他一點時間，給他們時間，就是會覺得說這個美國總統怎麼會是這個樣子？他說本來想一去把他們把那個高級官員都炸死了。對，所以就是变成說，我就是觉得蠻可悲，就現在整個國際的局勢是被這樣的一個狂人主宰。楊乃菁，川普其實就整個的北約的局勢啊，還有他這次大發雷霆啊，要罵這個罵那個，其實這是川普一貫的策略哈。他從 1.0 到 2.0， 他從來都不在乎北約哈。然後在這個川普 2.0 的時候，又因為他去發動了對這個伊朗的戰爭，搞得現在呢，他在這個美國對伊朗的戰事下面呢，其實是一個不上不下。川普呢不可能贏得了這場戰爭，但是只要呢伊朗呢認定這個川普呢，他沒有履行兩邊簽署的這個協議的時候，他對於霍姆茲海峽的油輪採取一些攻擊形式，然後美國報復攻擊這個伊朗再反報復的話呢，對於川普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它不但是讓這個國際油價攀升哈，然後美國的10年公債殖利率呢也達到了4.5%、4.56%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新高點。那這樣子就有很可能的這逼迫美國聯準會呢可能要面對升息的一個狀況。那這整體的情況呢，對於川普的期中選舉是非常不利的啊。但伊朗不需要選舉啊哈，伊朗呢因為川普的攻擊這個伊朗，反而使得一個在伊朗的境內，因為長期的受到美國的這個制裁，那個神權政治的這個管控呢，本來在伊朗的國內是有一些反對聲浪的，因為美國的攻擊之後呢，反而鞏固了他們內部的一個團結啊。然後在面對北約的情形之下，在這一次美國呢對於伊朗採取行動的時候，沒有國家要跟隨，美國的步伐哈，連包括這個日本啊，曾經有一度呢，好像要跟這個美國採取同樣的一個步驟啊，不管是派一些什麼樣的部隊，或是採取一些什麼樣的，但是日本也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川普當然就更氣啦。然後就對於北約的國家來說的話，其實馬克宏之前的時候提到，就是說北約要強大啊自己的這個軍隊。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呢，本來就是適用於北約它的這個未來的發展的。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說在北約的這些國家，它無論如何在軍力上面啊，在它的軍事裝備上，你再提升你多少的預算，它也沒有辦法。也不足以有這個美國這樣子龐大的一個軍力。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是美國它的全球投射的這個力量，雖然它現在已經不足以應對2個戰場啊，就是兩個戰場的這個戰爭，可是，在防禦或是在一個威懾的情形之下，它還是特別是在歐陸上面，它還是一個最強的一個軍事力量啦。那所以現在對於北約的這些國家來講，他們已經試圖的在這個自行的強大他自己的防衛能力，比如說德國跟這個到立陶宛那邊去演習，然後英國的這個首相之前的時候，他也提出了所謂的延伸的英國的核保護傘，可是英國的首相都已經要下台了，所以說在他們的這個內部的政局不穩，然後外部又牽涉到這種因素的情形之下，我覺得現在對於北約來說就是一個不可靠的川普，可是未來呢又不知道該如何去解決他們自己防衛上面能力的一個很尷尬的處境。不，主要是因為2戰以後這些國家都靠美國嘛，是啊，因為美國獨大，都是靠着美國，所以吃美國奶水吃慣了，美國现在說我奶水不夠了，你們自己也想辦法自謀生活了。這個歐洲這些國家就害怕了。那另外呢，川普怪歐洲這些國家不支持他打伊朗，你美國國內支持你都有幾個人？
美國國內一大堆人不知道，大概只有30%人知道，70%是不支持的啊。那你骂这些外國，骂这些这个歐洲這些國家，那你自己想，你國內呢？你國內你先把你國內搞好嘛，對不對？你國內都搞不好，你還去罵別人，就表示說全世界不管美國內外贊成他的人幾乎很少嘛。休息一下就回來。中共發潛艦上核潛艦發射洲際飛彈，哦，那到底是巨浪2還是巨浪3？哦，吳釗燮，我們的這個國安會秘書長說是巨浪2，但其他國家大部分都說巨浪3，美國、日本、韓國都說巨浪3，所以我都想知道最後到底是巨浪2還是巨浪3，讓北京公布一下。我很希望我們是對的，那我們都猜錯了，不搞什麼？我們這麼近都猜錯了，不笑死人嗎？非常丟人。他從這邊發，渤海。打到諾魯附近啊，所以所羅門的這個總理呢，昨天抗議。我想所羅門抗什麼議呢？中國會對所羅門發個核彈嗎？不會嘛。但他代表他是太平洋島國的主席，所以他代表太平洋島國去發言啊。其實中共發這個飛彈，既不是對澳洲，也不是對紐西蘭，也不是對諾魯，也不是對所羅門，是給美國看的啦。但就是給美國。不過以前中共的飛彈都向內陸射，就是不影響你們。這是向太平洋射，哇，這個對不對？就大家很震驚哈。那顧立雄說這是大陸是麻煩製造者，我們掌握的訊息應該是巨浪2，所以從吳釗燮到顧立雄都說是巨浪2，有什麼差別？巨浪2大概飛7000公里，這個改良的可以升大概8-9千公里。那巨浪3 12000，甚至有人講13000哦。就換句話說，如果你是巨浪2的話呢，你這個潛艦要到太平洋中間才能打到美國，離美國7000-8000公里。如果你是巨浪3，因為12000、13000公里，所以你在南海，在大陸附近就可以打到美國去了。哇，那個影響就很大了哦。所以呢，這兩個有差別的哈。那國台辦說，民進黨過度反應了，徹底內訌了哦。你們是什麼？我們破壞和平，我們哪有破壞和平？大陸昨天也發表聲明說，我們沒有要發展核子武器啊，我們是保護我們自己啊，維持核子的這個秩序啊。所以呢，美國說大陸一直在那邊默默的，也不跟我們談，也不告訴我們，一直在發展哈。所以應該有軍控的談判，要控制啊，軍控其實主要是控啊，要控制啊，不能這樣一直發展啊。那另外呢，我剛剛講美日韓都認為這是巨浪3，所以呢，美日韓外長都說台海和平穩定至關重要哈。那另外呢，《紐約時報》說中國為什麼要這樣？而且對太平洋，說是他要建立他的堡壘戰略，主要就是對美國縮小中國跟美國在海基核武上的差距啊。那另外呢，這個 AIT 說要打造無人機，叫蜂巢，讓台灣變成一個蜂巢，蜜蜂滿天飛。我們台灣是無人機滿天飛，天空飛的、地面上飛的、海面上飛的、水下飛的都是無人機。所以呢，國台辦就很生氣，罵這個古立言，說把自己當是太上皇，要把台灣變成火藥桶啊。那另外呢，這個美國公布一個是台灣的學者的研究了，說第一次研究日本，我們常研究美國、日本到底怎樣，說台灣人對日本的好感超過對美國。其實美國現在都被川普搞壞了，台灣人對美國原來是不錯的，因為川普現在搞了這個，大家覺得美國變這樣子。台灣有54%的人對日本覺得有好感。對美國只有32.4%，那另外呢，一旦台海發生衝突，日本會不會幫助台灣？不同的黨派，民進黨有加起來44%的人，43%的人認為會，25%認為不會。國民黨有19.4%的人認為會，但是25%認為不會啊。這個25%是中立。23.4%認為不會啊。那另外呢，這個民眾黨人呢，13%認為會，28%認為中立，就是不知道哦，不一定。27%的認為是不會啊。中立的選民很重要，29.2%認為會，32%他保持中立態度，然後17%認為不會啊。所以大家就說台灣人對日本人的信任比對美國的信任還信任。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枚飛彈讓印太周邊國家繃緊神經。周一，大陸解放軍突然通知各國後，成功自潛艦發射了一枚搭載模擬彈頭的洲際戰略彈道飛彈，彈落南太平洋。這是自2024年以來，解放軍再度於太平洋試射飛彈。政府としては我が国及び地域の安全保障の観點から今般のミサイル発射には懸念を有しており。引き続き警戒監視活動に万全を期すとともに関連の動静を注視してまいります。日本、澳洲紛紛表達擔憂，大陸官方卻回應這是例行演習。但這枚飛彈本身，外界也有猜測。有人認為是巨浪3潛射彈道飛彈，去年9·3閱兵時首度亮相，習近平親自檢閱的時候就擺在顯眼的 C 位，這次可能是首度公開試射。巨浪3外傳可以搭載多枚的核彈頭，射程1.2萬公里，是海基核威懾的重要一環。能用潛艦發射的核彈，目的就是在本土承受第一波打擊之後，還能保有對敵方施展第二次核打擊的手段。因此，巨浪3對印太鄰國有威懾作用，地緣政治極度敏感。民進黨當局對此次導彈試射的過度反應，充分暴露其謀獨挑釁的設立內容。好吧，就是說，當然老共這個飛彈不會用潛射艇發射一個這個核子彈打到台灣，不會。但是呢，他們說，如果老共打台灣的話，美國會不會出兵幫台灣，幫到什麼地步，這是有關聯的。如果美國發覺我去，老共不能把我怎樣，也許就大膽的來。如果發覺說，哦，老共這個飛彈那個核彈會打到美國本土等等哈，哇，我的核子戰也不能夠嚇阻它，又不一定。所以這個會牽涉到整個的互動啊，好，會牽到這樣的這個彼此的互動哈。來，嘉玲怎麼看？當然，我們區域穩定和平哦，對每一國的利益都是最好的，甚至對台灣也是啦哈。但是這一次他的試射，他說這是例行性的哈，這個才可怕。如果說它是例行性的，表示它下個月還可以來，在下個月還可以來，每個月都可以來一次，好，那它造成區域的恐慌不說，你看，包括連日本啊，好，澳洲。當然，美國懷疑說它，因為它這個導彈可以承載這個核彈頭嘛，哈，所以美國那邊就質疑說，有沒有可能中國已經暗自在發展它核武的能力，哈，這個反而是讓全世界比較擔心的一點。另外，我們也觀察到，你看像紐西蘭也好，還有澳洲，還有日本，哈，他們都是表示嚴重的關切。大家想一下，這個導彈哦發射，大家說，可能是做給美國看，但是他會不會有時候也會覺得我對你不滿，也會到你那裡去？那這些島國，他當然不希望說在南太平洋地區成為你核武或是你導彈試驗的場所，因為這樣每一個國家都受到威脅啊！哈，這個某個程度上面來講，就是說拿個槍讓你看說，沒有，我不是對着你，我是對着他。但你在旁邊看了會不會怕？會怕。那另外一個，他不只是做給美國看，他當然也要告訴美國說，我告訴你哈，我有能力打到你的周邊。好，我當然台灣也在我的射程裡面。好，所以我們要反過來想一下。如果說我們這一次掌握這個部分，真的把它看成是例行性的演習，這才可怕。好，那我是認為說，像顧立雄說來講，無論是巨浪2或巨浪3，這個都告訴我們一個警訊吶，不會因為有誰去跟他談了什麼，就一切都和平啦。他是麻煩製造者。難道他是和平製造者嗎？好，所以大家不要太天真，有時候都想說啊，我去跟他談一談，好，我跟他簽個什麼東西，他就不會武力威脅對着我們台灣，不可能，因為他一直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認為台灣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堅守住了哈。那所以在這一點，我看到顧立雄他到屏東去看那個實際的我們軍方的演練嘛哈，我覺得也應該要這樣做，也要告訴大家說，我們自己有自己防衛的能力，雖然不足，但是世界各國如果願意幫助我們的民主同盟也好，或是美國也好，日本也好，如果願意幫助我們，我們很樂意。但我們自己也要有我們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看看我們這次的軍購，真的很感謝立法院，至少有沒有1.25兆，至少有7800兆了哈。我覺得也7800億哈，我覺得也 OK 的哈。然後包括無人機，坦白講，你無人機無論2100、2400、2900，我們要對付這種用不對稱的戰爭去對付這麼大的敵人哈，或是這個敵國哈。我告訴你，其實2900、2000億都是不夠的。大家知道這個導彈哦，做給美國看，其實某個程度上面來講，也是在威脅台灣。那靜，
當然，中國在這一次的動作上面是在秀肌肉，但不管他秀給誰看，秀給美國看也好，或者是秀給我們其他的這些國家看也好，但離他最近的台灣，大家應該要回頭想一想，我們應該怎麼做。尤其是美國現在有一個川普這麼不確定的角色，大家都我常常在節目上講說，對川普的外交風格來說，任何東西都是商業，任何東西都是利益至上，所以就連他這麼好、這麼老的盟友，他都可以喊威脅，他都可以隔天就不要他了。那台灣到底對他來說是什麼？是買賣還是控制，還是說明天就可以不要，還是只是棋盤上的一個棋子？我覺得川普就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所以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最重大的警訊。那這一次這個國防部顧立雄說他當然有掌握，我覺得掌握是本分啊，因為每一次國防部出來，當然每次都說啊我有掌握，這就是他們的 SOP。那有掌握之後，回頭來看看台灣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他們使用的這個不管是巨浪2還是巨浪3，對台灣來說，它都是一個射程非常非常遙遠的戰略目標等級，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那我們這一次這個國防部使用的這個刺針飛彈，它主要做的也是戰術上面防空，或者是不對稱作戰，或者是所謂的城鎮戰裡面使用的東西。所以兩個武器基本上是在不同層級上面去做比較啊。那回頭來講，這次的軍購一樣，我們也是認為錢應該花在刀口上，認為應該要買到更多可以幫助我們這些國防弟兄第一線可以保家衛國的這些武器才是真的對的。所以其實國際政治很現實，不是說你買了多少東西，你就可以得到100%的保護。我们現在還要把我們的這個信心寄托在日本，還是要寄托在美國？回頭來看看我們台灣能不能充實自己的戰力，或是能不能自己往前走，給國軍更多對等而且有防衛性的裝備，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我只是好奇了哈，這次老共這麼嚴重哦，發射一個這個用核潛艇發射核導彈的一個模擬啊，很大的事情啊。對，怎麼我們政府都沒有發布警訊呢？我想到這個，記得我們在選總統、副總的時候，突然發射衛星，我還在遊街哦，突然嗶，看出老公發射導彈，簡訊我告訴你，我們侯友宜跟我的民調。立刻做民調，我們每天在做嘛，掉6%。对啊，馬上。對啊。突然民眾說：“老公發射飛彈打我們了，掉6%下來。”結果是火箭，根本不是飛彈。對。哦，這次呢，真的是導彈了，這麼嚴重，而且居然無聲無息。因為現在還沒有選舉，對，而且大陸之前的時候是有就是有通知的，有通知的。通知時間不長，但是有通知了。我講一個哈，我覺得趙先講這個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呢，現在呢就是一個 AI 的時代啊。我們很多的假訊息衝刺啊！我記得那一次，就2024年選舉那時候呢，其實就是趙先就是侯康配的有做過各種各樣的推演啊。曾經有一個推演是說，因為 AI 的那個訊息太衝刺了，太充斥了，所以就想說，哎，會不會在這個選前，就是投票的那一天的之前的時候，在選舉活動快要結束之前的時候，如果說我任何一方哈造假一個訊息，就是說什麼大陸呢進行這個飛彈演習了，啊，飛彈演習目標是對台灣，根本是假的，它可能就會讓這個藍營這邊你根本來不及，你也來不及澄清哈，你也來不及什麼，就會產生一種效應。哎，結果沒想到，竟然我們可以把那對方對發射這個衛星呢，就變成發射導彈。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呢，民進黨真的是技高一籌啦。休息一下再回來。